剑不杀。这里叶师傅俯手下压，但是为了安全起见，这里的套招安排双方并没进行肢体接触。转身后摆腿，在三浦转身回正瞬间，叶师傅抓住机会日字冲拳抢攻。平时以速度著称的日字冲拳，此刻三浦在转身的一瞬间，居然进行架肘格挡，而且还能穿插直拳进攻。不过叶师傅也使用拍手下压卸力。手刀，手刀起源于空手道，使用原理就是用手臂双侧进行挥砍，类似大刀使用方法，力度虽大，但攻击前摇过长，容易躲避。这里三浦想用手刀攻击叶师傅头部，但被叶师傅一个侧闪加拍手卸力躲避其攻击范围。外摊手格挡直拳，注意看，这里叶师傅外摊手格挡瞬间，其手指已经张开，这是想顺势变现捆手抓臂。果然下一个镜头出现了，右手捆手锁臂之后，左手顺势拍手击其下颌部位，这一掌直接干懵三浦。没想到被自己饿了3天3夜的叶师傅，此时速度和力量居然不在自己之下。而且以自己先施一招的情况下结束这一回合，此刻也明白自己太过于轻敌，既然拳法上占不到优势，那么接下来就用自己擅长的腿法。中扫踢击类，顺势变现高扫，再接高扫爆头，这3记扫踢都被叶师傅连续绑手格挡。下劈腿，凌空转身高扫，这里为了剧情原因叶师傅并未出手。其实转身高扫和凌空侧踢在格斗中非常不建议使用。首先在空中，你自身没有任何主动权，对方可以抓住空档打你个出其不意，也可以在你落地瞬间，对方抓住格斗先机进行突然攻击。剑不杀再击，外摊手格挡，三浦的腿法和拳法的连续进攻，叶师傅边打边推的瞬间，一只脚已然出擂台。危机时刻，叶师傅先以双捆手锁住三浦右臂，然后一记勾腿勉强稳住身形。此刻叶师傅在三浦眼里已是强弩之末，想一记直拳终结比赛。叶师傅见此顺势腾出右手使用捆手下压，三浦的双手已被牢牢锁住。抬腿破掉叶师傅勾腿之后，在擂台上的他也失去重心，眼看要被叶师傅一起拉下擂台。此刻三浦想用力甩掉叶师傅的捆手，可叶师傅并没给他机会，反而顺势跟随三浦甩出去的力道再次回到擂台上。外摊手格挡冲拳，再次摊锤击叶，这便是咏春连削带打的理念。李小龙的截拳道就是根据咏春的连削带打演变而来。下摊手格挡前簇，转身后摆腿，上段位格挡日字冲拳，收腹后撤拉开正蹬距离，手刀砍紧，这里被叶师傅后仰躲避，手刀连续下劈，外摊手格挡，上段手格挡冲拳，杀紧手击肋，咏春弹腿，弹腿顺势侧撑腿再次击肋，上段手格挡，外摊手格挡，绑手再次格挡手刀。不得不说，叶师傅把咏春贴身短打和连削带打优势展现得太好了。横簇侧踢，这里叶师傅又一次提膝砍位，上段扫踢，转身手刀再击，下蹲闪避，拍手下压，顺势横掌击胸。三浦受到此击之后有明显后倒趋势，不过他抓住叶师傅衣襟保持重心，叶师傅此刻想摊锤击颈，但被三浦暗地截击，而且顺势一个过肩摔。不得不说，三浦这波从被动变主动处理的太好了，而且在叶师傅回头瞬间一记扫踢让叶师傅措不及防。前簇击腹，叶师傅连忙交叉扶手下压，可没想到三浦再度出力。虽然第二次前簇力道远不及第一次，但还是破了叶师傅的防。紧接着再一次蓄力侧踢。不得不说，这三脚无论衔接速度和腿法变换，三浦都做得无懈可击。不过接下来叶师傅做了一个让三浦心态爆炸，并且输掉整个比赛的动作。那么最精彩的来了，倒地瞬间，叶师傅双手撑地，三浦想乘胜追击，可没想到前簇出击瞬间被叶师傅下砸腿截击，并且正蹬腿顺势击中三浦胸膛，没防备的三浦硬抗这一脚。不得不说，这波操作真的帅翻天。再看三浦的表情，两次可以把叶师傅打出擂台的操作都被叶师傅惊险化解，此刻的他已经心态发生变化，这就相当于你玩游戏，用自己最拿手的英雄结果被对面吊起来，就问你心态崩不崩。现在三浦的招式已经混乱，只想着怎么赢叶师傅。外摊手格挡，防守卸力，下摊手再挡。注意看，这里三浦想再次使用过肩摔，但叶师傅现在双手双脚没受到任何限制。三浦转身的瞬间，腹部破绽留给叶师傅一记重锤击肋，蝴蝶掌再次击肋，
连续日字冲拳抢攻，上拍手击下颌，楼腿后摔。日字冲拳继续狂轰，此刻三浦已是强弩之末，倒钩踢击退叶师傅之后立马起身，叶师傅紧接着一记后摆腿直击下颌，咏春弹腿截击，正蹬截击后摆腿，辽阴脚踢裆，变线二踢正蹬击腹，摊手格挡顺势摊打击肋，杀紧手，连续杀紧手再击。咏春拳谱有言：有头打头，无头杀紧。人体颈部密布大量血管，受到重击可以造成眩晕和休克。而咏春杀紧手和三浦使用的空手道手刀相比，其出招更为隐蔽，没有手刀的大开大合，利用寸劲造成突发伤害。可以看到，连续颈部受到3次杀紧手重击的三浦，此刻已意识模糊，无力再战，在叶师傅面前就是一个活体木人桩，每一次出手都带着国仇家恨、国山的遍地残骸和好友的惨死，此刻都化作力量，聚集在叶师傅的拳掌之间。咏春弹腿，侧撑腿击腹，捆手回拉，侧撑腿再击过窝，拍手击下颌，搂颈重锤击打面门。咏春杀招标指击喉，不过成型的标指叶师傅只是出招不出力，这里叶师傅留手的原因，应该是顾及到当场有许多围观百姓，三浦万一命丧标指，这些百姓和自己肯定会沦为陪葬者。可叶师傅既然敢打这个擂台，他何尝又不是把自己的生死布置身外呢？